周文婷骗走沈氏10斤，在聚仙楼冒充名厨，还对我沈家赶尽杀绝。他不知我沈家真正的绝学是沈氏秘录，这一次被渣男夺走的一切，我全都要拿回来。爷爷刚走，周大哥拿走我们3代单传的沈氏食银去县城开店，这3个月半点音讯搞无来。周大厨自创的这道金玉满堂、色香味俱绝，真乃平江县第一人。文婷哥哥熬了3月才写出秘方，下月初8我们大婚，请诸位来喝喜酒。周大哥，大婚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哪里来的野丫头大呼小叫，轰出去，别惊扰会客。周文婷，你刚才那道菜分明是我爷爷教你的切粉豆腐。你骗走沈氏10斤，断我沈家根，如今还要装不认识我。公子，咱们刚到平江，这名厨竟是个贼。蟹粉腥气，豆腐生涩，调味虚浮，能做出这种垃圾的人，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狗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姑娘饿极了，受人指使来打秋风吧，去后门领几个馒头，何必编造谎话辱没文婷哥哥亲你？周文婷，我不求你回心转意，我只问一句，沈氏10斤你到底还不还？那是爷爷留给我唯一活命的念想。3个月前你偷我20两树书，我念同村之义没报官，今日你竟敢拿假玉佩讹诈我，你颠倒黑白，无耻！苦盖何在？把这野丫头拖出去，别脏了娇娇的眼。周文婷，你会遭报应的。那菜谱只有我懂真正火候，你偷了也永远是个贼。没长立场，骨头倒硬。初岁妹妹，我知道你攀附权贵，想麻雀变凤凰。文婷哥哥念旧，但我不能看你在大街上丢人。这100两银票足够在乡下招个村汉安稳一生，拿了钱永远滚出平衡县。聚仙楼的千金，平时就这么用脏钱掩盖夫君是贼的事实。村野泼妇，没有文婷哥哥，你在平江县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迟早饿死街头。你的脏钱我不碰。转告周文婷，拿走的东西我会凭双手赢回来。平江县以后定有一家沈记食穴。爷爷，岁岁今天没出息，让人欺负了，但我没给老沈家丢脸，只要还有这口锅在，我就能活下去。我一定要在这平平县站稳脚跟。聚仙楼送的极品燕窝粥您全吐了，您2日水米未进，胃疾又犯了，倒掉。全都是胭脂水粉和香精的俗气，恶心至极。我宁可痛死在这车里，也绝不吃这种敷衍了事的垃圾。这穷乡僻壤的，哪有入得了您口的？什么味道？公子，那边屋檐下有人熬汤，好浓郁的姜腥味。这奇异的麦香味，纯粹的烟火气，胃部的痉挛竟然停止了。去看看。姑娘，你锅里煮的什么？我家公子胃口不适，想向你买1碗，价钱好说。没了，就剩点清汤底子。若是公子不嫌弃，我包袱里还有1把面粉，我用这汤头给你现熬1碗姜汁面片。我平日用的皆是金银器皿，吃的都是玉盘珍馐，这等粗鄙之物，若吃坏了肚子，你拿命赔。公子，锅破不代表饭脏，我沈初溪的锅洗得比有些人的心还干净。病的是您的胃，若是吃不下市井烟火，大可回去吃金盘玉碗。少废话，坐。若难以下腕，我让人连夜砸了你这破烂摊子。姜能暖胃，面能饱腹，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面片极具韧劲，姜丝的辛辣被火候完全化解，只留暖意，没有半点多余香料，全靠火候逼出食材本身的鲜甜。这丫头对火候的掌控力，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面揉得不够透，汤底火候差了半分，勉强能入口，不至于毒死。官爷，付钱，这是面钱，我家少爷赏你的。1碗家值不了这么多，碎银不受。就是他！周大厨吩咐了，别让这野丫头在平江县有片瓦遮头，给我把这破摊子砸了，把他做饭的手废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的锅！哪来的野小子，敢管聚仙楼的闲事？知不知道周大厨马上就是餐饮行首了？瞎了狗眼！我家公子的闲事，也是你们这群杂碎能惊扰的。回去告诉周文婷，
平和县的王法，还不姓周。趁我没改变主意，带着你滚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但这钱实在太多，一碗面只值2文，若是没有碎银，这顿算我请的。我陪酒从不吃白食，这10两买的是压住我胃疾的药，也是买你这口锅不被砸烂。若连保住手艺的本事都没有，不如拿着钱滚回乡下嫁人，别留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不会走，既然公子给了本钱，我就一定能在这平民县干出个名堂。这钱算我借您的。丫头，你花1两银租这破院，就为推板车去城南码头卖小吃，那可不是好混的地方。那里的脚夫干的都是苦力，嘴刁脾气暴，而且地盘归黑虎帮管，不交保护费，半天就掀了你的摊儿。大娘放心，我不怕苦，脚夫干重活需要有水族吃得饱的饭菜，只要味道好分量足，我们不信卖不出去。至于保护费，我赚的每1文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谁也别想白拿。哟，新来的厨儿，规矩懂不懂？城南码头摆摊儿，1天100文孝敬钱。我第1天摆摊还没开张，哪里来的100文？再说了，这里是大家走船的官道，凭什么给你们交钱？官道，在这里，老子就是规矩，不交钱，这菜你也别想卖了。公子，咱们不管管吗？那丫头要吃大亏了。她自己选的路，若是连这几个不入流的市井混混都摆不平，她也配开什么审计实筛？看着。你这颠簸！我爷爷说过，厨子的刀既能切菜也能剁骨头。你们今天敢掀我的摊子砸我的饭碗，我就敢跟你们没完。行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老子倒要看看谁敢吃你这破摊子上的东西，让你1碗都卖不出去。唯一的破局方法就是用味道说话。沈树秘制爆炒肥肠，10文钱1大碗，配糙米饭管饱，酒水足，力气大，吃不饱不要钱。堂妹，这是啥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我这干了1上午的活，肚子里馋虫都被勾出来了。去，老汉干活赚钱，吃顿饭还要看你们脸色。姑娘，给老汉来1碗，若是吃不饱，老汉可不给钱。浓烈的油脂混合酱香，硬生生盖过了码头的汗臭味。用极致的烟火气破残局，沈初穗，你倒真有几分本事。沈记秘制爆炒肥肠，10文钱1大碗，配糙米饭管饱。绝了！老汉干了半辈子苦力，没吃过这么带劲的下水，一点腥臊味都没有，肥而不腻，越嚼越香。姑娘，再给老汉来1碗。别急，我先来的。干什么？哎呦，反了你们了！用最廉价的猪下水抚育猛火后尾，直击苦力们最渴望的油脂和盐分。这丫头不仅懂火候，更懂人心，知道什么人该吃什么饭，有点脑子。公子，那香味太霸道了。你若是想吃，以后就别跟着我回府。文婷哥哥，你不是说那野丫头已经被赶出县城，翻不了身了吗？眼线来报，她今天在城南码头卖猪下水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连黑虎帮都没压住。她竟还有这等本事！娇娇放心，绝不能让她翻身。我明儿就多花银子找几10个打手去砸她的摊子。光天化日打砸，若是闹到新来的县城大人那里，你大厨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娇娇的意思是？杀人要诛心，他不是标榜自己懂人心，神厨艺高吗？我就让他知道这平江县的水有多深。我已经派丫鬟去城东王记肉铺打过招呼，他明天用的下水会是一批病死发臭的烂肉，只要吃死人或者当众揭穿他用毒肉，那招牌就是送他下大狱的催命矾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。沈姑娘，2桶下水送来了，足足50斤，钱结一下吧。多谢。今天捂的严实，怕是不新鲜。娘嘞，这跟死老鼠一样臭，这东西能吃吗？这不是新鲜猪大肠，这猪下水已经高度腐败了。你送这种毒物是想让我吃死人砸我的招牌吗？胡说！我们王记是100年老字号，怎会卖病猪肉？你不识货，爱买不买，把钱结了。猪肉不卖，50斤本钱打水漂。明天连饭都吃不上，若卖了，沈氏招牌彻底毁了，甚至会吃死人。诸位大哥对不住，
今日食材被人做了手脚，全是病死肉，我就是饿死，也绝不用这腌鸭东西糊弄大家。今日休宴。别呀，丫头，我们干重活指望这口热饭，稍微洗洗吃不出的。我爷爷说过，厨子做饭心不能黑，这等烂肉宁可喂狗，也绝不入沈记的锅。大家明日再来。这野丫头怎么这么警觉？50斤本钱她也舍得扔。好个硬骨头，宁可断腕也不上当。他倒好，借着毒肉把收买人心的戏演全了。既然暗的不行，明日你就亲自带人去砸场子，以你平江第英厨的身份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云泥之比。半夜去城外买的新鲜下水，生意果然比昨日还要火爆。我还以为初夕妹妹离开我，真长了什么了不得本事，原来只能在这种下九流的地方卖些最低贱的猪下水，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边角料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卖？啥低贱不低贱？能让我们老百姓吃饱肚子就是好饭。你穿的人模狗样，说话怎么比那臭水沟还难听？食材无贵贱，人心有高低。你口中的低贱之物干干净净，能让苦力吃饱穿暖，而你拿着偷来的10斤做山珍海味，却满是贼的酸臭。既然你看不起这下水，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跟你比，你配吗？我可是聚仙楼的大厨，马上就是厨行行首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平和县若是只有你这种靠偷窃起家的废物当大厨，酒楼怕是都要关门大吉了。你是哪里来的狂徒，敢当众侮辱我？我这人胃口极差，只吃最顶级的美食。今日勉强来尝尝你这摊子上的东西，若是做得不好，我可是要砸摊子。这位公子一看便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主，这等下贱腥臊的猪下手，怕是会脏了您的口。为了充面子强行咽下去，若是吃坏了肚子可不划算，还是赶紧吐出来吧。这人嘴巴极毒，若是他说一句难吃，我这招牌今日必砸无疑。大火爆炒锁住了油脂，陈醋去腥，酱香浓郁。最难得的是这下水处理的干净，保留了爽脆嚼劲，却丝毫不觉油腻。火候极佳，调味精绝。你刚才说他做的东西上不了台面，我前几日在聚仙楼吃了一道所谓的名菜金玉满堂，蟹粉腥味未除，全泡名贵香料掩盖劣质手艺，那种哗众取宠的垃圾，连这碗猪下水的一半都不如。你也配称大厨？听见没？连这位贵客都说好，你个假大厨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儿？保住了，沈氏的招牌今日算是彻底保住了。你休要胡言乱语！你到底是谁？你懂不懂什么叫高端菜？我是谁你还不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个连食材本味都掌控不了，永远只是个偷鸡摸狗的废物。滚！沈叔叔，你别得意，这平山不是靠一碗猪下水就能立足的，咱们走着瞧。多谢公子仗义直言，替我保住这摊子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你的火候虽好，但这刀工实在粗鄙不堪。若是到了真正的平江美食大赛上，这种粗疏的菜品连初选都过不了。多谢公子指点，但我沈初桥做菜靠的绝不是花里胡哨的刀工，而是对食客的真心。商事所查实，审计无证经营，食材涉嫌传播异评，即日起查封摊位，没收器具。我的食材干干净净，你们凭什么捏造罪名？周文婷，这笔账我记下。不过是个地摊贱，我花50两打点李管事，就能让他在平江县永不立足之地。文婷哥哥英明，如今美食界只有您说了算。100两黄金，听说新县城大人亲自做评委，这届绝对公平。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要参赛把心血赢回来。摊子被砸了还不死心？李管事是我的人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连报名资格都没有。哼，你连口锅都没有，拿什么跟我比？没有锅我用瓦罐，没有食材我用野菜，
但我手里有一张你永远偷不走的底牌。不可能，这东西怎么会在他手里？胡说八道！沈家尸金明明在我手里，你拿张破纸糊弄谁？你做贼心虚了吧？你偷走的不过是爷爷随手写的草稿而已。真正的沈氏秘录，传女不传男，一直贴身收在我这里。难道老头子死前防着我？不可能，我那本绝不是草稿。哼！吵什么吵？商会有规矩，无固定铺面者一律不准参赛。大赛章程第3条写得清清楚楚，持有100年传承食谱者可破例执邀。规矩是商会定的，我说你不合格就是不合格，把这造假的脏东西给我没收。有胆识，但太弱小。商会这帮老鼠就喜欢欺软怕硬。管业，去教教他们平阴县的新规矩。是。县城大人有令，美食大赛讲究公平公正，凡持传承食谱者皆可参赛，谁敢阻拦，按抗命论处。是，小人遵命。这野丫头怎么每次都有大人物给她撑腰？就算报名成功又如何？你那破摊子连个瓦罐都没有，你连买菜的钱都没有，打算在赛场上给大家熬泥巴汤吗？好厨子从不挑灶台，咱们赛场上见真章。我会让你把偷走的东西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没钱买铁锅，只能自己搭个土窑，用旧砂锅熬高汤，只要火候控制得当，味道绝对不会差。丫头，出大事了！商会暗地里下了死命令，城里所有肉铺菜贩全都不准卖任何食材给你。我跑了3条街，连一个烂菜叶都没买到。窦文婷真是好手段，想在开赛前彻底断我的脸。要不老汉半夜借辆牛车去隔壁县给你背点肉回来？来不及了，长途颠簸会让肉质发酸，这会毁了整道菜。李叔别慌，真正的美味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寻常角落里。满院子的劣质泥巴味儿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初岁妹妹，听说你买不到菜了，这是打算在院子里吃土吧？沈家的院子绝对不欢迎贼的家属。死鸭子嘴硬，文婷哥哥已经重金包下了城里所有的极品海鲜，而你连一块便宜的猪骨头都拿不到，你拿什么赢我们？山珍海味固然好，但这世上吃的最多的还是寻常百姓的一日3餐。马上滚出我的院子，否则这刀可不长眼！哼，疯婆子，我看你明天拿什么去赛场上丢人现眼！既然买不到肉，那就用最便宜的黄豆和后山采的野山菌做素高汤。越是简单的食材，越考验厨师的基本功。大半夜的，就在这里熬这种寡淡无味的东西。公子怎么会屈尊来这种破地方？我来看看，敢在布告栏前夸下海口的人，到底有几分真本事。黄豆去腥提鲜，山菌增香，这个想法缺乏肉类的醇厚油脂。在赛场上面对周文婷的顶级海鲜，你必败无疑。公子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鲍鱼海参虽贵，但处理不当容易发木发腥。我用老豆腐吸满素高汤，辅以猛火煎烤，最终的口感绝不输给真正的肉类。以素脱荤，以假乱真，这丫头倒是深得烹饪的3昧真火。光说不练毫无意义，评委只看最终的味道。明日赛场，若是你做的东西让我无法下咽，我会亲手砸了你的招牌，让你滚出平江。别让我失望，沈初岁。公子放心，明日我必让沈氏招牌名震平江县。一股子泥巴味儿，你这破摊子真把商会的脸丢尽了。就凭一块破豆腐和一锅素水，也想赢文婷哥哥的极品海参？狗吠声太大，影响我听炉火的声音了。你这个野丫头敢骂我是狗？娇娇，别跟着穷酸村姑一般见识。等会儿评委尝了我的绝世名菜，他连留在这里洗碗都不配。哼！县城大人，
这是今日参赛的菜品单子，请您过目。这豆腐若做不出肉酱，他今日必败无疑。本官只认魏主，若有人仗势欺人、弄虚作假，按大燕律法严惩。时辰到，平江美食大赛初选开火。第一步，用热油将豆腐表面煎至金黄，锁住内在水分。好霸道的火功，不愧是聚仙楼即将上任的大厨。这可是我花重金买来的西域秘制香粉，能掩盖一切腥气。沈初说那丫头拿什么跟我斗？老豆腐孔隙大，能完美吸收高汤的鲜美，必须用温火慢桂2克钟，让菌香和豆香彻底融合。好浓郁的复合鲜香，竟然没有一丝肉的腥气，以极简破极繁。这丫头对火候的掌控简直到了画境。我的龙凤呈祥出锅了！这香味太霸道了，简直是神仙吃的菜啊！还差最后一丝火候，心绝对不能乱。时辰到，所有厨子停火，请主评委品鉴。县城大人，这是草民的龙凤呈香及其9种极品海产熬制。香料下得太重，已经喧宾夺主。大人，这可是平阳县绝无仅有的高端美味。海参发得过老，宛如嚼蜡；龙虾肉质柴色，毫无鲜甜可。你这道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全靠劣质香料折射。大人，文婷哥哥的厨艺全程皆知，您不能如此偏颇。本官的舌头还轮不到你一个商户女来质疑。把你的端上来。平民菜式，金玉满堂，请大人品尝。外皮酥软，内里爆汁，山菌鲜和豆香完美融合成醇厚肉感。火候精绝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这是顶级的美味。你胜了。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一块破豆腐怎么可能比得过我的极品海参？他肯定作弊了，这汤里一定加了违禁香料来提鲜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在商会大赛上使用违禁香料！来人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谁敢碰我的锅？放肆！平江县的王法，何时成了你们商会的一言堂？县城大人息怒，这丫头用违禁草药糊弄评委，小人是在清理门户。是倾诉赛者，还是徇私舞弊？本官自会查明。去济世堂，请赵老太医过来验汤。这姓裴的怎么处处护着他？若是验出没有禁药，我的脸往哪搁？回禀大人，此汤只有黄豆和野山菌，绝无半点阿弗林等违禁药物。只要大人秉公执法，沈氏招牌就绝不会蒙冤。无凭无据污蔑参会者，按律当罚，李管事罚俸半年。至于你，若再敢在赛场上信口雌过，本官直接革除你的参赛资格。草民知错。初选只是开胃菜，明日复选比试便便。我看你那口破锅还能做出什么花样？沈家面案从不惧任何。不素丫头，出事了！城里所有的精白面全被聚仙楼买断了。周文婷又用这种下作手段断我的食材。面点复选最讲究面的筋道，没有精白面，你拿什么揉面团？初夏妹妹，没有面粉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是文婷哥哥赏你的5斤4等面粉，足够你熬过复选了。贼偷来的东西，我嫌脏。你别不知好歹，没
有白面，你明天只能用喂猪的粗糠去比赛，到时候评委一口吐出来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留在萍乡县？谁说粗粮就做不出顶级的面筋？苦荞虽糙，但麦香浓郁，只要处理得当，味道远胜那些精巧白面。死鸭子嘴硬，苦荞根本揉不成团，我看你明天怎么收场！丫头，苦荞面没有粘性，一煮就散，这怎么能拿去比赛呀？李叔放心，爷爷留下的10经里专门有一套对付粗粮的绝技。好手艺，这拉面细如发丝，简直绝了！初秋妹妹，你的猪食揉好了没有？苦荞面极难成型，必须用巨大的压力将其纤维彻底碾碎。沈氏绝技竹线压面，全靠力气和巧劲儿。这丫头竟然懂得用南方的竹生法来对付北方的苦荞，以人力补足食材的缺陷，这份坚韧和心思实在难得。哼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像猴子一样乱跳，真是成何体统。再压30次，苦荞的涩味就会被彻底挤出，只留纯粹麦香。出锅。裴大人，这是上汤银丝面，配以极品干贝熬煮的汤头。面条过度拉扯，毫无韧劲，一夹就断。大人，这可是富贵人家最爱的吃法。迎合虚荣，丢了食材本味，完全落了下乘。苦荞竹升面配素高汤，请大人品鉴。好惊人的弹牙感，苦荞的涩味竟被全部拔除。竹竿重压改变了粗粮的质地，纯粹的麦香被彻底激发。面条劲道，汤底清扬，此局沈出西胜。获选结束，审计时段晋级决线。好样的，楚小丫头，给咱们老百姓长脸了！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这穷酸村姑能有什么真本事？明日决选的主题是平江水产，需要自备食。我看你这身无分文的丫头，去哪里买名贵鱼鲜？水产看的是鲜度，从来不是价格。明日决选，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品酱味道。出岁丫头，城里的活鱼全被聚仙楼高价包端了，连码头渔船上巴掌大的小鱼都被他们雇人收走了。周文婷为了赢真是不择手段，这是想断了我的后路。没有鱼鲜，明天决选你连锅都下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平城县靠水吃水，他们买的光名贵鱼种，却买不光泥地里的东西。沈姑娘，我家公子让我送一样东西过来，是极品桂鱼，这下咱们有救了。大人，这是何意？大赛规定自行筹备食材，这鱼我不能收。公子说，为了赛场公平，他见不得别人用下作手段断人绝路。多谢大人好意，但我若收了这鱼，商会便会以此判我作弊。拿回去吧。姑娘高风亮节，属下定会如实回禀公子。哎呀，丫头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就推了？李叔，拿上锄头，我们去城外泥沼挖泥去。今日决选，我聚仙楼要做的是名菜松鼠桂鱼。桂鱼肉质鲜嫩，配上我的独门糖醋汁，必定拿下头名。这泥鳅土腥味极重，历来只有穷苦人家才吃。泥鳅遇盐会吐尽泥沙，去腥的第一步必须彻底。拿这种下贱的烂泥巴货色来参赛，简直是侮辱评委的舌头。食材本无贵贱之分，只有厨子手艺的高低之别。泥鳅质紧实，
但腥味极难处理，看你如何破局。大火热油能瞬间封锁肉质，逼出内部的鲜香。我的松鼠鲑鱼完成了，沈初岁，准备滚出平安县吧！哈哈哈哈！大火收汁。裴大人，这是草民的松鼠鲑鱼，鱼肉外酥里嫩，糖醋真是独门秘方，请您品鉴。鱼肉确实鲜活，刀工也算规整，但调味太过刻意。这糖醋汁甜的发腻，完全盖住了桂鱼本身的清甜，喧宾夺主。大人，这可是京城里达官贵人最喜爱的酸甜口味。平江水产比的是平江风味，一味迎合奢靡，落了下乘。大人，我的蜜酱爆炒泥鳅做好。毫无半点土腥味，肉质紧实弹牙，酱香与肉鲜完美融合。猛火逼出了泥鳅的油脂，秘制酱汁锁住了鲜味，火候妙极。本官宣布，平江美食大赛头名沈初岁。好样的，初岁丫头，咱们老百姓的菜赢了！我不服，一条破泥鳅凭什么赢我的极品桂鱼？这种下贱食材不可能这么香，它一定用了违禁香料。你若不服，大可自己尝尝，看看到底差在哪里。这纯粹的厚重酱香，竟然比老头子当年做的还要醇厚完美。周文婷，这道菜用的正是沈氏10经里的底料配，你偷走的只是写在纸上的皮毛，沈家的精髓，你永远学不会。初岁丫头，你拿大赛赏金租这巷子最牲畜的破店，实在太亏了。这里连个过路的人影都没有，做14哪来的客源？李叔放心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咱们的饭菜干净实在，不愁没客。哎呦，好大一股霉味儿，真是穷酸人配穷酸地。初岁妹妹拿了头名又怎样？还不是只能在这种老鼠洞里开店？不怕告诉你，巷子口那家3层楼的大铺面已经被我盘下来了。明日聚仙楼分店开张，我要把这条街所有的客人都拦在巷口。铺面大不代表饭菜香，客人长着嘴，自然分得清好坏。你少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！丫头，聚仙楼财大气粗，他们在巷口堵截，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啊！李叔，把那口最大的黑铁锅架到大门外去。既然他们想拦客，咱们就把香味送到大街上去，我看谁能拦得住。好，老汉这就去翻柴生火。聚仙楼新店开张，今日所有高档菜品半价，大家里面请。半价吃聚仙楼，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。快走快走！丫头，一上午了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都被他们拉走了。李叔，往灶里添柴，火要最旺的。极品牛油配合猛火炒制的麻辣底料，香味能穿透整条街。初岁，你又耍什么花招？沈记秘制麻辣烫，1文钱1长串，菜品丰富，好吃不贵。初岁丫头，今天准备的500串麻辣烫全卖光了。聚仙楼新店那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咱们用真材实料，价格公道，街坊们心里都有杆秤。生意挺红火，可惜马上就要关张了。商会最新章程，深巷商铺严禁在店外架设明火灶台，立刻把大锅搬进屋里去，否则商会的人会砸烂你的摊子。这分明是故意刁难，街头卖馄饨的都在外面生火，凭什么只来管我们一家？那人家是在大街上，你这是在深巷，极易引发火灾。若是把锅搬进屋，我看你这破店还能飘出什么香味儿？商会的规矩我自然守，锅我现在就搬。李叔，搭把手，把锅抬进后厨。我看明天还有谁会钻进这条臭巷子来光顾你？丫头，锅进了屋，香味散不出去，客源就彻底断了。李叔，去后院把那些粗毛竹劈开，打通中间的竹节。
咱们做个竹烟囱，把香味直接顺着屋顶排到大街上去。聚仙楼能堵住地上的路，绝对挡不住天上的风。出岁丫头，这招真灵！竹烟囱把香味送出老远，客人全来了。爷爷说过，活人不能被尿憋死，只要心思活络，绝境也能逢生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这黑店里的东西吃死人了！黑心老板用变质发臭的死猪肉做菜，大家千万别吃！你休要胡说八道！我们每天用的都是清晨刚宰杀的新鲜肉。天啊，怎么吃成这样了？这也太可怕了！出岁妹妹，我知道你赚钱心切，可也不能拿街坊的命开玩笑。这种毒害百姓的脏摊子，就该趁早关门。林大小姐，你来的倒是挺巧，就跟提前排演好的一样。我只是恰好路过，你可别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。我要去县衙告你，让你这辈子都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度过。这肉泡在浓汤里看不清好坏，不会真的有问题吧？丫头，这要是报了官，咱们好不容易竖起来的招牌就彻底砸了。要不咱们赔他点医药费，息事宁人吧。李叔别慌，清者自清，咱们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既然一口咬定是吃坏了肚子，敢不敢让我看看你吐出来的东西？看就看，这地上散落的就是你们家的毒肉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残渣里有几块厚实完全没切算的猪皮。我审计为了保证口感，所有的肉片全都是去皮切成薄如蝉翼的透光片。你这分明是在别家吃了大块带皮肥肉，故意跑来我这里演戏讹账。也许是你今天忙中出错，偷工减料忘记去皮了。林大小姐对我们后厨的切配工序，倒是比我这个老板还要清楚。你少狡辩，哪有是有人在背后指使？我现在肚子剧痛无比，就是你们的红汤害的。既然剧痛无比，本官正好带了精通医理的随从，让他立刻给你把脉。若真中了毒，本官亲自为你做主。不用了，我突然觉得肚子好像没那么痛了。平江县的王法不是你们这群市井无赖可以随意拿捏的戏法，聚众讹诈正经商家，按律当杖责20，还不从实招来。大人饶命！是聚仙楼的林小姐10两银让我来这里装病演戏的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堂堂聚仙楼千金，根本不认识你这种卑鄙之人。多谢裴大人再次仗义直言，还审计一个清白。本官只是被这奇特的竹筒香味吸引，顺路来吃碗面。既然麻烦已经解决，可以上菜了吗？大人稍后，马上就来。大人，这是审计的秘制骨汤麻辣烫，请品鉴。牛油厚重，辣而不燥，这股麻味更是直冲头顶，极为过瘾。火候精准，底料醇厚，市井之中竟有如此美味。你这食宿虽小，但凭着手艺，平城县必有你一席之地。多谢大人夸奖，咱们审计的招牌这下彻底稳了。本官治下只认规矩和手艺。若再有人寻衅滋事，你大可直接去县衙起鼓鸣冤。民女明白，多谢大人替审计主持公道。沈出岁，你别以为有县城大人撑腰，你就能高枕无忧。官府管得了治安，可管不了商场上的买卖规矩。买卖讲究和气生财，你若想正当竞争，我审计随时奉陪。正当竞争，你马上连锅底都熬不出来。我已经联合商会，花高价买断了城里所有的红辣椒和干花椒。没有这2样主料，你的麻辣烫就是一锅白水。我看你怎么办！哼！丫头，这可怎么办？麻辣烫没麻没辣，谁还来吃啊？李叔别慌，平江县买不到，不代表山上长不出来。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调味法子，可不止花椒和辣椒这2种。丫头，我跑遍了城外所有的集上和农户，凡是带点辣味的新脏料，全被聚仙楼高价收走了，连颗种子都没留下。李叔辛苦了，他们收他们的，咱们用咱们的。这是啥果子？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料用啊？这叫石茱萸，后山多的是，漫山遍野没人要。石茱萸辛辣刺骨，捣碎了熬进油里，辣味比干辣椒还要醇厚绵长。原来如此，那麻味呢？没有花椒可怎么整？这是我前些日子托人从乡下收来的藤椒，一直囤着没用。藤椒清香带麻，配上石茱萸的厚重辣味，绝对能出奇制胜。出岁妹妹，听说你连集市上的烂菜叶都买不起吗？哼，趁早关门大吉吧，别在这里死撑着丢人现眼。周文婷，你永远不懂厨艺的真谛。真正的厨师是顺应天地食材，
而不是靠断人活路来打压同行。这味道怎么比之前的还要霸道刺鼻？装神弄鬼，我看你明天拿什么东西端给客人！哼！审计新品猪鱼藤椒锅，香味更浓，滋味更足。老板娘，今天这味道怎么跟昨天不一样？闻着更清香了。客官好眼力，今天换了新底料，您尝尝，保证回味无穷。初岁妹妹，没钱买香料，就去山上拔野草来糊弄客人了。大家可千万别吃，这锅里指不定是什么有毒的野果子呢。太好吃了，这辣味不烧胃，麻味清爽提神，绝了！林大小姐，你这张嘴若是再吐不出人话，我不介意帮你洗洗。你这个泼妇，敢动我一下试试？聚仙楼的千金，还是赶紧回家换身干净衣裳吧。顺便转告周文婷，她偷走的10斤只是皮毛，我脑子里的本事，她这辈子都偷不走。沈初曦，你给我等着，聚仙楼绝不会放过你！痛快，丫头。咱们今天这生意比昨天还要红火10倍。丫头，聚仙楼的人又来了，看这架势来者不善。沈初岁，用山上的野草做底料，你倒是有些小聪明。做买卖各凭本事，你断我香料，我自然要另寻出路。那咱们今天就彻底把新账旧账算清楚。沈初曦，聚仙楼正式向你下达商会最高级别的斗菜帖。斗菜，这可是要赌上全部身家性命的死局啊！按照规矩，输的一方必须当场砸烂招牌，并且要永远退出平和县的美食行当，不得再踏入半步。周大厨即将上任行省，竟然屈尊向我这个小秃饭下战书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这种下九流的摊子继续污染平江的街道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这帖子我接了。好。明日午时，就在这大街上以寻常主事为题，好好珍惜你这破摊子最后的一天光阴吧。丫头，你糊涂啊！咱们拿什么跟聚仙楼的顶级食材斗？刚才柴火不传信，全城的无烟好炭都被他们买空了。咱们现在只剩下最便宜的劣质松木柴，烟大刺鼻，怎么做主食？没有废物的柴火，只有掌控不了火候的厨子。李叔，去后山帮我砍2根最粗壮的新鲜青竹回来。丫头，你看周文婷案板上的东西，全都是奇珍异宝，这可是上等的贡品珍珠米。配上深海极品干鲍熬制的能汁。初岁妹妹，你的劣质糙米洗干净了吗？米之本味在于果腹养人，贡米虽好，却少了市井的踏实。糯米粘性十足，最能完美吸附肉类的油脂和自然香气。周文婷用银骨炭煮贡米，求的是极致的奢华，但这丫头的灶体下，为何全是劣质的松木柴？时辰到，斗菜正式开火。连一块好木炭都买不起，真是穷酸到了极点。这3箱黑烟马上就会把你的熏成毒药，没人咽得下去。烟火气也是极佳的调料，就看厨子懂不懂得顺势而为，封口。上架。丫头，竹子都要被熏黑了，这味道肯定全毁了。李叔放心，烈火能逼出青竹内壁的天然水分，松烟只能留在外壳，清香却会全部冲入米粒之中。我的金汤爆汁捞饭出锅了，裴大人。珍珠米配上熬制3天的爆汁，绝对是人间绝味。爆蒸太过浓稠油腻，完全掩盖了珍珠米本身的清甜。你这道饭华而不实，根本吃不出米饭应有的本味。就算我的汤汁偏重，也比他那根烧焦的黑木头强100倍。大人，这是沈记的松烟竹筒饭，请您品鉴。香，真香啊！竟然一点刺鼻的松烟味都没有。松木的浓烟不仅没有毁掉食材，反而成为了极佳的导热灭脂。那层竹膜包裹着软糯的米粒，腊肉油脂丰润解馋。最绝的是外层残留的淡淡松香，完全化为了悠长的余味，巧夺天工。本局斗菜，沈初霞胜出。我不信，
以及铺主竹子怎么可能赢过我的极品干爆？真正的厨艺在于借力打力，而不是盲目堆积昂贵的食材。周文婷，你的踢馆失败了，沈氏的招牌你砸不掉，带着你的人滚出这条街，以后别再来丢人现眼。丫头，咱们昨天斗菜赢了聚仙楼，今天定做的客人都排到后天了。我看周文婷那个小人，以后还有什么脸面来咱们这条巷子？手艺扎实，自然能留住客人。李叔，去后厨把那几根猪骨头熬上，明天的底汤得提前调好。沈姑娘，这铺子我不租了，这是退给你的租金，还有5两银子的违约金，你今天就搬走吧。咱们不是签了半年的契约吗？生意刚有起色，你让我们去哪儿？这大清早的，哪有这样强买强卖、断人财路的道理？自然是让你们流落街头了。初喜妹妹，这间破铺子，连同整条深巷的产业，我全买下了。你为了赶我走，倒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哈哈哈哈！我马上就是商会行首，一点小钱就能让你在平江县永无立足之地。现在这地方姓周，立刻带着你的破铜烂铁给我滚出去！你简直欺人太甚！真以为有钱就能一手遮天吗？李叔，放下刀，不求他。沈记的招牌从来不在砖瓦铺面上，而在我这口锅里。铺子你拿去，但只要我还在平阳县，食客的嘴你就永远管不住。丫头，这地方连个完整的屋顶都没有，四面漏风，根本没法迎客啊！城里稍微好点的地方，全被商会打了招呼，没人敢租给咱们。李叔，这里虽然够破，最重要的是不归商会管辖，只要能生火做饭，哪怕是在荒郊野外，我也能让它变成酒营。哎呦，好大一股腐烂的霉味儿！初岁妹妹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骨气呢，原来被赶出商街后，只能像野狗一样躲到这垃圾堆里来了。林大小姐，我们已经搬出来了，你们何必还要追着不放？垃圾堆也比某些人肚子里腌杂算计的坏血要干净得多。你少在这里嘴硬，这种破地方连个像样的灶台都没有，我看你明天拿什么东西糊弄客人，总不能给他们吃泥巴吧？谁说做顶级美味就非要用精雕细琢的金锅营造？这满院子的天然黄泥和枯木干柴，就是天地间最好的烹饪器具。你疯了吧？你真的打算给客人吃土？马上带着你的狗滚出我的地盘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行，我倒要看看明天有哪个不长眼的乞丐会跑来吃你的泥巴。丫头，这地上的烂泥巴到底能做出什么菜啊？李叔，去集市买几只最肥的活鸡，今天咱们做叫花鸡。初岁丫头，这泥巴都烤成硬邦邦的石头了，客人真的会大老远跑来吗？荷叶包鸡，外裹黄泥，用柴火慢烤，能将全部的汁水锁在肉里，这叫原汤化原食。只要火候一到，香味绝不会被这层泥壳子挡。可是外面连个招牌都没有。聚仙楼又在四处造谣咱们店倒闭了。真是天下奇闻，平阳县大名鼎鼎的厨娘，竟然沦落到玩泥巴了。这地方这么破旧，连个桌椅都没有，真的有好吃的吗？各位街坊看清楚了，这分明就是一堆脏兮兮的臭泥巴，他这是走投无路，想拿这种下贱手段糊弄大家的肠胃。泥巴脏不脏，鸡肉香不香，敲开这层壳子看看就知道。火候到了，出炉。我的天老爷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这味道直往天灵盖里钻。老板娘，这泥巴鸡多少钱一只？给我来2只，快点！这绝不可能，不用锅碗瓢盆，这烂泥里怎么能烤出这种绝世香味？周文婷，聚仙楼的脏手段困不住真正的市井烟火气。你买的光城里所有的铺面，但你永远买不走食客的人心。这群穷酸鬼吃泥巴还吃得这么起劲，真是低贱！你们来干什么？沈记已经搬到城外了，还想赶尽杀绝吗？沈初岁，明日就是平江厨行选举新任行首的大日子，我已获得商会全票推举，只要大典一过，我就是平江餐饮的规矩。到时候，我要让平江县再无你沈初香立足之地。行首靠的是厨艺服众，不是靠见不得光的下作手段。文婷哥哥的厨艺平江第一，你这卖破烂的难道还不服气？我不服。商会自古有规矩，行首接任大典上，任何人皆可发起挑战。
明日午时大典，我要当众挑战你。哈哈哈！就凭你这口破铁锅，好，我接了。你若输了，交出真正的沈氏秘录，永远滚出平江。你若输了，归还我爷爷的石晶，并退出厨行。一言为定，明日午时，商会广场见分晓。丫头，聚仙楼财大气粗，咱们拿什么去拼大典的头筹啊？李叔，最高端的厨艺，往往只需要最纯粹的本性。行手挑战赛以传世为题，正式开火。这是我耗资千两打造的顶级佛跳墙，绝对能拿行首之位。沈初岁，看清楚了，这才叫传世的底蕴。爷爷说过，传世的不是金银，而是能暖人心脾的家常味道。好精妙的道理，这丫头的心越来越稳了。温火慢煨。怎么回事？这海鲜的杂味怎么越来越重了？时辰到，请评委品鉴。奢靡无度，香料互相冲突，一锅毫无章法的杂烩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完全破坏了食材的本味。大人，这可是最顶级的甄选啊！豆腐鲜嫩滑爽，蟹黄醇厚，火候完美去除了生气，只留纯粹。食材交融，本味尽显。这场挑战，沈初西胜。不可能，我有沈氏石晶，怎么会输给一块破豆腐？因为你偷走只是一张纸，偷不走沈家做菜的良心。周文婷，兑现赌约，归还石晶。周文婷盗窃他人祖传秘方，德不配位，即日起永远革除厨行资格。沈姑娘，这平江厨行的行首，非你莫属。多谢大人，民女不求名利，只想经营好沈记食宿，让百姓吃顿热乎饭。那本官以后的位，可就彻底托付给沈大掌柜了。